一说到夏天，首先能让人联想到的场景，必然就是炎炎烈日下的蔚蓝大海和白色沙滩。只要置身其中，除了能得到放松，仿佛也能让人忘掉一切烦恼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来到了这片碧蓝无垠的大海上，而今天想为你冲调的咖啡，名字就叫做蓝色冷萃。Hello， 欢迎光临星空咖啡馆，我是新风。希望这杯蓝色冷萃能为你带去真正放松和美好的心情。在喧嚣的城市里待久了，你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习惯性的疲惫感？总觉得自己很累，状态也不是很好，哪怕晚上早睡了，第二天醒来后却并不觉得有休息好，甚至还不想起床。我自己就曾经试过那种突然的毫无征兆的眩晕，感觉整个世界正在疯狂的旋转，但是忙碌的工作却并不会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。一旦打起了精神，进入了工作状态，也会暂时忘记这种不适感。等好不容易找了时间去做了检查，却发现各项身体指标其实又一切正常。事实上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，这种看似正常却又不舒服的情况，往往都是发生在工作最忙、压力山大的那段时间，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循环上演。有些人觉得，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太累了；有些人可能也知道，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。毕竟，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压力状态下，这就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大家都知道该休息了。然而，最致命的问题却是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，有没有休息和会不会休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。首先，请允许我啰嗦一下这个疲惫感。比如下面的场景，大部分人都不会陌生的。明明已经是下班的私人时间，或是正在休假中，然而线上的工作消息却一直不断，时不时还需要在各个群里沟通处理工作上的事，甚至可能基于某种焦虑感，也会逼着自己优先去处理，否则不能安心休息，更别说有假却休不了的情况。你看，如今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已经日益模糊，相互之间的交融越来越紧密，这正是让我们感到越来越疲惫的原因之一。这种累的感觉不仅来自身体，更主要还是来自于心灵。因为即使身体得到了休息，内心却仍然常常因为处于焦虑或者烦躁而并未得到真正的休息。而有些人明明正在休息，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忙碌，比如刷短视频、追剧、玩游戏，或是在社交平台上无休止的滑动，不愿放下手机，一直持续到深夜甚至天亮。这些看似放松的行为，实际上会让大脑维持高度兴奋，于是疲惫感和焦虑感不仅得不到缓解，反而在悄然加重。甚至许多人还患上了休息焦虑，明明已经身心俱疲，却总觉得休息是一种负担或者罪过，总怕一旦停下就会被其他人甩在身后。为了不浪费时间，还给休息也制定了严格的计划，或者全部用于投资自己和未来，最终让休息变成了另一种压力来源。
归根结底，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节奏时代，每天都在面对无数的信息洪流，在不知不觉中被贩卖各种焦虑，各种新的恐惧和危机感在持续影响着我们。相比于古人，这个时代我们不会轻易饿死和冻死，但还是缺钱，因为害怕还不起各种贷款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技能，但还是在不停地学习，因为害怕被淘汰。我们已经住进了城市里，但我们还是害怕孤独，害怕被孤立，所以频繁关注和互动各类社交平台。但讽刺的是，在现实中的房间里，沙发上大概率仍然只有孤单的自己。我们明明已经拥有了很多时间，但都被工作所吞噬，而从指缝中挤出来的那一点点私人时间，在分给了家人和朋友以后，真正留给自己的已经所剩无几，更谈不上用来回应那早已被我们忽视许久的心灵需求了。日积月累，长期透支的心灵就像一块供需失衡的充电宝，始终见底的电量带来的结果必然就是持续的疲惫感。我们人体的机制是，若没有明显的异常，就会让我们感觉一切都正常和健康，更别说像心理需求这种既不显眼又无法物理感知的东西，它的真实状态也很难被察觉。在快节奏的环境中，更是经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，往往要等到发展成严重抑郁的程度，人们可能才会意识到，然后再去正视它。可惜到那个时候，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我调整的时机。所以疲惫感的产生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体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足够的休息。其实说到要如何才能好好的休息和放松，我想并不需要我多说。但要真正的做到休息好和放松好，除了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以外，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休息了，这个意识我觉得会更重要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那请回头想想我在第一期视频开头就问过的那个问题：你了解自己吗？该花点时间去思考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了。这里我举几个例子，当自己平时有以下这些表现时，就是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和放松的信号了。第一是无意识地绷紧自己，比如你现在是不是就在紧耸着肩膀？如果不是刻意去关注，根本就不会意识到。第二是对环境氛围异常敏感，总觉得周围很吵，心神难以集中，注意力容易被打断。第三是情绪化阈值变低，比如过于在意他人评价，情绪起伏大，容易烦躁、焦虑和生气。可能你会觉得，是不是因为自己太脆弱，自己不够成熟稳重，太情绪化了？事实并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因为自己长期处于过度的压力下却不自知，所以让身体过于紧张的结果。我们知道，猫在应激时，大部分的反应都是很强烈的，比如表现得异常敏感、过强的攻击性以及奇怪的叫声等等。但正因为反应强烈，主人能够迅速注意到。但是人的应激却常常被我们自己所忽略。因为人具有高度的理性，身体也会基于自发进行功能性的适应，然后去硬扛和自行调整。而背后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开头说过的那些担忧和焦虑，害怕自己能力不够被淘汰，害怕自己表现不好被孤立，害怕自己不够努力被看不起。但其实如果我说这就是一种自我 PUA， 你是不是就能更容易产生警觉呢？因为这正是我们对自己过于苛刻，在不知不觉中逼迫自己持续超速前行的体现。是时候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真正的休息并找回自己了。
适当的放下工作，找到真正能让自己舒缓并放下一切的那个自我的小世界，去回归大自然，去正视自己的心灵需求，去感受生命的美好和快乐。这个世上其实并没有蓝色的咖啡，但蓝色是一种放松的感觉，也是一种心情状态。所以这杯蓝色冷萃想为你带去的只是一点小小的提醒，世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，真正重要的是自己。如果已经出现了疲惫感，那就请让自己去享受真正的休息吧。然而疲惫感的产生并不只有这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可能都被忽略的原因是，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，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强行打乱了。请先稍事休息，下一次我将为你冲调一杯月光下的深蓝小调。愿你的咖啡永远温暖，愿你的快乐永远真实。